我们常常呢会听到 financial advisor 或者是 CPA 会告诉您尽量的多在 401k 或者是在 IRA 里面存钱。一方面呢，当年能够减税了；二方面呢，是因为退休的时候呢，也有足够的钱可以花用。其实一般来说呢，我觉得中国人都是很会存钱的，也很会理财的，所以经过了30年、40年的储蓄投资，在这些退休账户里面也存了不少钱了。但是现在麻烦来了，在退休的时候呢，发现有 RMD 的问题，这种强制停礼的税务炸弹呢，会把您推到更高的税率，然后您的税前金呢，也可能达到了85%的福利被课税 ，Medicare 额外的加价，还有呢，就是过世后呢，您的孩子在10年之内呢，要被迫提领您的退休金，并且呢，要缴税。那很多年轻人呢，根本就没有想到 RMD 的问题。我那天跟女儿聊天，她甚至于连 RMD 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就跟大家聊聊如何的提前规划 RMD。那请您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呢，我会提供几个减少 RMD 和提前避免 RMD 的好方法。我建议您也可以跟已经开始工作的子女们讨论，让他们提前做准备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Judy。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 RMD Required Minimum Distribution。 RMD 就是说，当退休人士呢，他持有了一些退休账户，比如说像传统的 IRA 啦、401k 啦，这些达到了政府规定的年龄，必须要从账户中呢提领一个所谓的最低金额出来。那这个提领的钱呢，就当作是当年您收入的一部分，是需要交税的。那这个 RMD 的目的之一呢，就是避免将有延税优惠的退休账户长期累积而变成逃税工具了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国税局啊，他等不了啦，他希望您能赶快的把这个钱拿出来交税。那 RMD 的几个主要的规定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开始提领的日期了哈。以2023年起实施的变更而言呢，年龄要从原来的72岁呢提高到了73岁。举个例子来说啊，如果您在2024年满73岁，那第一笔 RMD 呢就要在2025年的4月1日之前开始提领。计算的金额呢是看2023年底账户里有多少钱。第二笔的 RMD 呢要在2025年的12月31号之前提领。那计算的金额呢就是要看2024年的年底你们的账户余额了。那因为第一笔呢可以延伸到隔年的4月1日提领，所以呢我们刚说到这个例子呢，在2025年呢您可能会有2笔的 RMD 提领，那分别呢要依照不同年份的这个账户余额来算。那这样的安排呢会影响了当年的税金。那因为2025年提领了2次的 RMD， 所以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一点。第二就是哪些账户有 RMD 的规定，这包括了传统的 IRA、SEP IRA、Simple IRA。那雇主计划方面呢，就像是 401k、403b、457b、Profit Sharing 等等。那这里呢要提醒大家的是， Roth IRA 在账户拥有人活着的情况下呢， Roth IRA 是没有 RMD 要求的。那第三个就是如何计算 RMD 呢？那计算的金额基准就是通常是以满73岁的前一年的12月31号他的退休账户余额除以 IRS Life Expectancy Factor， 就等于当年应提领的最低金额。那这些数字和表格呢，在 IRS 的官网上面都会有，它是长这个样子的。另外呢 IRS 的 website 呢，它也有如何计算 RMD 的 worksheet。 那这之前呢我们解释过了，第一笔 RMD 呢，它最晚呢可以在次年的4月1号之前提领，随后呢每年提领的截止日期就是当年的12月31号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没有提领或者是提领太少的惩罚是什么呢？如果是在规定时间之内呢没有提领或者提领少了，那可能会面临的补提领金额乘上 25% 的惩罚税。那在某些情况下呢，如果在2年之内更正了，或是证明为合理错误，那并且纠正的错误的话呢，罚款可以从 25% 降至于 10%。 那接下来呢，我想分享几个减少甚至于可以避免 RMD 的策略。第一个呢，就是 Roth IRA 的 conversion。那这也是最常见的，在退休前或者在退休后呢，选择收入比较低的那几年，慢慢的将传统的 IRA 或 401k 转入了 Roth IRA， 因为 Roth IRA 是终身免 RMD 的。多年度的分批转换呢，避免一次跳高的税率。那这样的做法呢，可以减少未来的退休账户余额增加，那 RMD 就变小了。那提领的时候呢，免税不会影响了 Social Security 课税，也避免了 Medicare IRMA surcharge。Roth conversion 呢，适用于退休后呢收入明显减少的朋友。那第二个方法呢，就是 QLAC。QLAC 呢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年金它可以用在传统 IRA 或者是 401k 等退休账户，把资金转进去购买。那目的呢，就是在于把部分的退休金延后课税，
并且可以确保晚年，比如说80、85岁之后呢，仍然还有固定的收入。2025年呢，每位退休账户持有人最多呢，终身可投入21万进入了 QLAC。那 QLAC 的3大好处呢，就是第一个呢，它延后 RMD 课税，放进 QLAC 的资金呢，暂时可以不计入 RMD， 所以可以减少呢退休初期的课税的压力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保障长寿风险，若活到80、85岁以上呢，每月终身领取年金，不用担心钱花光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适合一些不会理财的配偶，可以预先锁定保证收入，那生存者可以继续领取。那 QLAC 呢，它适合退休的时候收入还很高，或者是想延迟 RMD 的人，还有呢，就是有长寿的家族史，担心退休后呢，退休金会用完。另一个原因呢，就是配偶呢，他不擅长理财，他希望能够简化财务。第三个避免 RMD 的方法呢，就是利用了 Qualified Charitable Distributions。那所谓的 QCD 呢，就是指70岁半以上的退休人士呢，他可以把 IRA 里面的资金呢，全部捐给了合格的慈善机构。那这笔钱呢，不用交税，它可以用来抵扣 RMD 的强制提领金额。受赠方必须是 IRS 认可的慈善机构，比如说像教堂、公益团体等等，这些机构在 IRS 网站上面都有。重点提醒捐款呢必须从 IRA 直接的汇款到慈善机构，自己收了再捐就不算了。还有呢，就是不能捐给私人的基金会，或是 Donor Advised Fund， 或者说特定的组织等等。另外呢，就是如果有 Roth IRA， 一般呢都不需要做 QCD， 因为本来它就是免税的。那在70岁半之后呢，用 QCD 把 RMD 的提领金额拿去做慈善，既做善事又可以节税，也是一个避免 RMD 的好方法之一了。那下一个策略呢，就是可以继续工作呢，保留了 401k。 如果您在有赞助退休计划的公司仍然全职的工作呢，那这个公司呢就可以延后了 RMD 到退休年。但是呢，这个不适用于自己的 IRA 或前公司的 401k。 解决的办法是可以将旧的 401k 呢 roll over 到现在这个 401k。 当然啦，如果您已经工作很多年很累了，或是健康出现的状况呢，或者说想早点享受人生，那这个建议就不合适了。之前的影片有讲到什么时候是退休的黄金点，大家可以参考。第5个方法呢，是利用了 HSA， 就是 Health Savings Account。HSA 呢是一种有高额自付费健保才能开的专属医疗储蓄账户，要被 IRS 认定为 HDHP 呢，那至少呢要符合2个标准以2025年来说呢，如果个人的保单呢自付额必须得大于或等于1650块，如果是全家的话呢，是大于等于3300块钱。那如果是年度的自付额上限的话呢，包括了 copay 啦，还有这个 coinsurance 啦，个人的话是小于8300块，如果是全家的话是要小于16600块。HSA 呢有3种的免税的功能。第一个呢就是存入的存款呢可以抵税，那可以降低了 AGI， 那减少了 IRMA，也减少了涉案金课税的风险。第二个呢就是投资免税，那账户里面投资增值呢都是免税的。那第三个呢就是在任何的年龄呢，只要是用来医疗方面就可以免税。那最主要的好处是 HSA 它没有 RMD 的要求，而且配偶呢也可以转成自己的 HSA。HSA 里面的钱呢可以投资在股票、指数基金、债券等等的投资标的。那最后一个避免 RMD 的方法呢，就是投资人寿保险了。退休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有2个最主要的退休风险，一个呢就是税率的风险，那未来的税率呢有可能会上升，传统现在的退休金也有可能以后会交很多税的。第二个呢就是长寿的风险，活得呢比预期中长，资产和收入呢可能不够维持退休之后的开支。那具体的做法是怎么做呢？就是每个月呢拿一笔固定的钱去投资，放在保险里头，而保险账户里面的这个现金值呢可以免税延迟增值，以后呢用保险贷款的方式呢能够提供了现金流。那这样的计划呢以后有几个最主要的好处第一个就是说退休之后，当然里面的钱呢我们随时可以领用，但是呢不用 RMD 的问题了。那第二个，因为没有 RMD 的问题所以呢也不会因为 RMD 的关系呢推向了较高的税率。那第三个当然就是避免了 Social Security 呢被课更高的税。第4个呢就避免了 Medical IRMA 的 surcharge。那第5个呢是在传承的时候呢可以免资产税传给后代。第6个就是万一呢不幸的提前过世了，那也可以利用保险以小换大的这种特征呢保护家庭。我会推荐大家看2本书关于这种用人寿保险来做退休规划的书籍。第一本呢就是 Mike McKnight 的 The Power of Zero， 第2本呢就是 Patrick Kelly 的 The Retirement of Miracle。
在这边呢，我也想提醒大家，用保险来做规划退休呢，更适合年纪比较轻而且健康状态比较稳定的朋友。那么美国的保险的种类很多，也不是所有的保险都适合做这样的规划。对于减少或是避免 RMD 的朋友，如果有任何建议或想法的呢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谢谢您观赏今天的影片，请您点赞、订阅和转发。您的宝贵意见和互动是我制作更优质影片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个影片见。